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猫明说。中国国防部长访问俄罗斯受到热烈的欢迎，西方的舆论十分担心中俄军事联动。最近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上将率团访问了俄罗斯，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代表团表示愿意进一步加强两军之间的战略沟通，加强多边协调合作，为维护世界与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做出新的贡献。这是一个非常明确而且很正面的表态但是西方舆论却依旧在没完没了的纠结中国会不会向俄罗斯出口武器。实际上，就在李尚福部长前往俄罗斯访问的前后，中国外交部门已经再次重申，中国不会向乌克兰冲突的双方提供任何武器。但是这依然不能打消这些西方国家的疑心病，他们认为中国很可能通过间接手段或者是第三方通道来向俄罗斯提供军火。有西方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国把自己研制的武器直接给了俄罗斯，用在了乌克兰战场上，那么很有可能落到乌克兰的手里，这样就会落下口实，让西方有证据来指责中国。另外这些武器装备也可能成为重要的样品有助于西方分析中国军事技术的最新成果、最新水平俄罗斯自己生产的特90系列主战坦克，以及伊朗提供给俄罗斯的见证者136系列的型飞弹，已经遇到了这种情况。因此他们认为中国不太可能直接向俄罗斯提供大规模的武器装备的援助。那有没有别的办法？有那就是把比较新式的武器装备提供给伊朗、朝鲜，更换他们的部队的装备，把淘汰下来的老款装备交给俄罗斯军队去打仗这样看起来不就天衣无缝了吗？有人还特别提到中国可以向伊朗提供 VT4 或者是96B 主战坦克，这样伊朗就可以把自己的坦克直接援助给俄罗斯，或者可以让朝鲜把全部的弹药库存送给俄罗斯，然后中国再秘密的补足朝鲜的弹药。反正西方也不敢把朝鲜怎么样嘛。甚至还有人提出，中国可以把武器装备提供给俄罗斯的远东部队，然后把远东部队换下来的老装备送到西线去。在我们看来这样的思路都是开脑洞。中国要是想出口武器给俄罗斯，或者提供军事援助，就堂堂正正的出手，何必偷偷摸摸呢？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西方国家的军政人物以及操纵舆论的这些人都是满脑子的阴谋诡计。任何一件事情摆在他们面前，首先想到的就是怎么去搞鬼。所以哪怕中国在对俄军属问题上说的是真话大实话，他们也不肯相信。西方国家为什么没完没了的纠缠中国军援俄罗斯？主要是他们自己做贼心虚。从乌克兰战争爆发到现在，美国领导的北约向乌克兰提供了上千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甚至把自己155毫米炮弹的库存都送光了。即使如此，俄罗斯军队、俄罗斯政府都没有被打垮，反而是在巴赫穆特战场上表现出了转败为胜的迹象。传说中的乌克兰的春季攻势迟迟不见踪影。美国要是再向乌克兰提供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后果恐怕就不是西方所能控制的了。按照西方分析人士的说法，如果中国认定西方正在蓄意升级乌克兰战争，那么很可能在过了某条红线之后，就会改变现有的政策，向俄罗斯出口或者是援助先进的武器装备。中国的先进装备加上俄罗斯军队的战场努力，很快就能够让乌克兰战争见分晓。这将是美国甚至整个西方的噩梦。中国的红线在哪里呢？但谁也摸不着头脑，于是就出现了这么多的开脑洞的想法。不过也有一些人的分析比较理智，他们认为中国根本就不需要直接提供军火，只要和俄罗斯开展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支持俄罗斯的经济运行即可。特别是中国会向俄罗斯出口各种卡车机床通用设备这些物资未必直接上战场，但是可以在工业生产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让俄罗斯有足够的资源来进行工业动员。中国已经为俄罗斯提供了广泛的产品，从先进的半导体和电子产品到电动汽车和5G 基础设施，这就避免了俄罗斯被西方阵营的垄断产品所控制。这种贸易
对支撑俄罗斯的战略地位比任何武器援助都更有价值。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